许多人都以为修行必须远离喧嚣，要推开寺院的木门，要剪断尘世的发丝，要在晨钟暮鼓中寻一处清净地，把日子过得与人间烟火无关。可大乘佛法里偏偏有一位居士，不披袈裟，不拘精舍，却站在解脱的高处，连许多出家弟子都自叹弗如。他叫维摩诘，名字的意思是洁净，是无垢，是身处滚滚红尘却一尘不染的清醒者。他不是避世的隐士，而是入世的觉者。他不靠逃离来求得安宁，而是借纷繁来照见本心。当你还在为生活的琐碎感到疲惫，为内心的纷扰无处安放时，不妨停下来听听这位了千年前毗舍离城长者的故事。真正的道场或许不在深山古刹，而在你此刻的呼吸之间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被速度推着走的世界里，清晨被闹钟切割，白天被日程填满，夜晚被屏幕照亮。我们拼命整理房间，整理关系，整理情绪，却总觉得心里有一块角落始终无法打扫。我们以为只要换个环境就能换来清静，只要等到大驾就能找到自我，只要熬过这段低谷就能迎来圆满。可人生从来没有等来的晴天，只有撑伞走过的雨季。维摩诘的存在就是为了打破这种等待的幻觉。他告诉你，不必等到万事俱备才肯安心，不必等到尘埃落定才敢迈步。就在此刻，就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，在这趟拥挤的地铁上，在这张堆满文件的书桌前，在厨房飘散的油烟里，在爱人转身离去的背影中觉醒，随时可以发生。他只是换了一种活法，他把家变成寺院，把职业变成道场，把人际往来变成度化的因缘。他不抗拒世界的嘈杂，也不粉饰生命的残缺。他在泥泞中种莲，在风雨中打坐，在争吵后微笑，在得失间呼吸。这不是逃避现实的浪漫幻想，而是经过无数次内心淬炼后的真实能力。当你能在喧嚣中听见寂静，在混乱中看见秩序，在有限中触碰无限，你便不再需要向外寻找避难所，因为你自己就是那盏不灭的灯。维摩诘意义净明，亦称无垢。这个名字不是虚饰，而是他生命状态的如实写照。梵文里为亦为无，或没有魔也；亦为垢，或脏合起来便是无垢。一个身处尘世却不沾染尘垢的人，他生活在古印度中，印度的毗舍离城，身份是中产之上的长者，掌管家族产业，周旋于商界、政界与宗教圈层之间。按世俗的眼光，他是典型的在家人，有财富，有权势，有家庭，有社交网络。可他的内在修为却深植于大乘佛法的源头。他曾于无量劫中供养过无数佛陀，听闻过最深邃的法义，契入过万法不二的实相。他没有选择剃度出家，却把家变成了讲堂，把日子过成了禅修。你看他的生活安排，处处是隐喻，句句是般若。他说，我的母亲是智慧，父亲是度化众生的愿力，妻子是修行中结出的法喜，女儿象征无缘大慈，儿子代表同体大悲。我有家宅，但以清净佛性为梁柱，我的弟子就是十方众生，我的朋友是八四千法门，就连在我庭院中献艺舞乐的女子，也是摄受不同根器众生的方便。你看，寻常人家的柴米油盐、妻儿老小、宾客往来，在他眼里都不是牵绊，而是修行的资粮。他把世俗的关系网织成了一张度化的法网。他不逃避婚姻，也不否定亲情，而是在关系之中磨练心性，在责任之内践行慈悲。经中写他虽处居家，不着三戒，是有妻子，常修反省。这不是矛盾的修辞，而是清醒的选择。他知道执着出家的形式未必能斩断内心的贪嗔，痴若心不清净，纵居深山，也不过是把烦恼换了个地方存放。他选择不逃，是因为他看透了烦恼本身就是菩提的种子。
当一个人能在爱恨交织中不起波澜，在得失交错间不生攀援，在应酬往来中不忘正念，那才是真正穿上了凡行的袈裟。维摩诘的智慧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超自然的神通，而在于他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了超越的质地。他把一个普通的家庭变成了一座不动声色的寺院，在这里没有钟声催促打坐，却有每一个当下的觉醒；没有经卷束缚，身心却有每一句交谈指向本心。他用一生告诉我们，修行不是把自己从生活中抽离，而是让生活本身成为觉悟的镜像。想象一下那个时代的场景，皮舍离城的街道车水马龙，香料铺子飘着沉香与檀木的气息，商队运送着来自远方的丝绸与玉石，学者们在街头辩论哲学与律法，信徒们在祭坛前献上鲜花与酥油。维摩诘就站在这幅人间画卷的中心，他出席宴席，却不沉迷于杯盘狼藉；他处理账册，却不迷失于数字的迷宫；他安抚纠纷，却不卷入情绪的漩涡；他与贵族交往，却不染权谋的算计；他与平民交谈，却不带居高临下的傲慢。他的心像一面澄澈的湖，映出万千影像，却不被任何影像所困。这种境界并非天生而来，而是历经反复的自我审视与不断的放下。他见过繁华的崩塌，也经历过聚散的无常。他知道外物的稳固只是暂时的错觉，人心的安定才是真实的依靠。所以他从不追求永恒的占有，只珍惜此刻的清明。他对妻子说，与你共度的每顿饭都是滋养法身的甘露。对儿女说，你们的每一次欢笑都是慈悲心的自然流露。对朋友说，我们的每次相聚都是善缘的巧妙编织。他把一切人事物必要化为修行的助缘，不回避，不压抑，不扭曲，只是如实面对，如实转化。这就是在家居士的修行路径，不靠隔绝现实来求得纯净，而靠拥抱现实来抵达自由。当你能在柴米油盐中尝到禅味，在人情世故里照见本性，在责任义务里活出轻盈，你就已经踏入了维摩诘为你敞开的那扇门。维摩诘的智慧往往在最平常的场景里骤然绽放。有一次，他故意视线病痛，卧床不起，消息传开，城里的人纷纷前去探望。他深知生病不仅是身体的信号，更是说法的契机。无常是最直白的老师，而疼痛是最无法回避的当下。佛陀得知后，派文殊师利菩萨率众前往慰问。维摩诘提前感知到圣者的到来，便施展神通，将原本仅有1丈见方的居室清空，只留一张床榻，自己安然卧于其上。当文殊与诸大弟子、天人长者走进室内时，竟无一丝拥挤逼仄之感，空间仿佛随着境界的开阔而无形延展。维摩诘微笑着迎上前去，说善来。文殊师利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文殊师利立刻领会其中深意，答道：如是居士，若来已更不来，若去已更不去。何以故？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至，所可见者更不可见。接着问起病因，维摩诘坦然相告：从痴有爱，则我病生；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。菩萨视众生如亲子，众生病则菩萨病。文殊心领神会，知道今日不说小乘的出离法，只说大乘的同体悲智。又问居士这方丈之事，为何空无事者？维摩诘微笑回应：诸佛国土亦复皆空。众人不解，追问以何为空？他以空空作答，再问空何用空？答以无分别空故空。这问答像一把无形的刀，剖开了所有对形象的执着。空不是虚无，而是不被任何概念捆绑的自由。你们来看病人，带着探视的身份，带着关怀的情绪，带着对病与不病的分别。可当我问你们以什么去看空时，答案却是连空也要放下。因为一旦心里存了一个空的念头，就又立了一座新的碑。
维摩诘的病从来不是肉体的衰败，而是慈悲的显影。他让所有人明白，菩萨的疾病源于无缘大慈，他不是被业力牵引受苦，而是自愿走入众生的苦海。这种病是主动的承担，是清醒的赴约。现代人的生活常常像一场无声的慢性病，我们熬夜刷手机，透支睡眠，我们吞下委屈，强颜欢笑，我们背负期待，不敢喘息，我们把压力包装成奋斗，把焦虑美化成上进，把疲惫合理化成常态。可身体和心灵终会用症状提醒我们，某些东西已经失衡。维摩诘的事迹是在教我们如何与痛苦共处。他不逃避病痛，也不沉溺于自怜，他把疼痛当作一面镜子，照见内心的直取，把虚弱当作一次暂停，允许自己回归呼吸。他说：众生病，故我病。这不是自虐式的同情，而是深刻的认同。当你真正理解他人的困境，你的肩膀自然会为他们弯曲；当你真切感受世间的荒芜，你的双手自然会为他们栽树。但这份悲悯不需要以消耗自己为代价。真正的慈悲是清醒的陪伴，而不是盲目的牺牲，是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，然后依然选择伸手，是明白世界的沉重，却依然愿意轻装前行。维摩诘的空室正是这种智慧的具象。房间里没有多余的摆设，没有堆积的杂物，没有隐藏的阴影，它干净通透，毫无防备。这正是心应有的状态，不囤积过去的遗憾，不预留未来的恐惧，不堆放他人评价的重担，只留一张床榻安住当下，只留一盏灯照见本心。当空间变得辽阔，意识也随之舒展。你以为自己在缩小世界，其实世界一直在等你腾出位置。空不是失去，而是容纳；不是放弃，而是选择；不是冷漠，而是深情。当你学会在忙碌中留出空白，在密集的安排中插入停顿，在复杂的关系里保持独立，你就已经掌握了空的妙用。它不会让你失去什么，只会让你看清什么值得留下。另有一次，佛陀想派密行第一的罗睺罗去问睺罗，睺罗却连连推辞，满脸惭愧。原来他曾面对城中一群长者的孩子，那些少年问他：你是佛陀的儿子，本该继承王位，享尽荣华，为何偏要选择出家？罗睺罗便如实地讲述了出家的功德利益，比如福报深远，比如解脱容易，比如能速证涅槃。话未说完，维摩诘便缓步走来，轻声打断了他：你错了，你不该说出家求功德，不求功德才是出家的真意。罗睺罗惊愕不已。维摩诘继续说：若执着出家之相，贪图彼岸之果，心便已系缚。真正的出家是远离邪见，不至此岸，不贪彼岸，不住中间，随顺自然步入寂灭。那不是形式的转换，而是心地的翻转。众人又问佛陀曾言未经父母许可，不应出家，此事该如何理解？维摩诘从容答道：此理不错，但出家绝非仅指离亲别舍。若能发起无上菩提之心，誓度一切众生，那便是真正的出家。一句话打破了所有对形式的迷信。罗睺罗听罢，默然垂首。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多年苦修，或许仍停留在功德的计较里，而维摩诘看似在尘劳中打滚，却早已住进了无所得的清明。这场对话没有斥责，没有高论，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点醒。可正是这种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的力量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重新审视什么是修行，什么是解脱。他们原以为修行是不断做加法，积累福德，增长知识，提升境界。可维摩诘却告诉你们，真正的修行是做减法，减去对形式的执着，减去对果位的渴望，减去对自我成就的贪恋。当一切外在的标签都被剥离，剩下的那个不迎不惧、不悲不喜的本然，才是你本来面目。现代人常常陷入一种奇怪的困境，我们拼命学习各种方法论，
收藏无数自律技巧，购买琳琅满目的疗愈工具，却越来越难感受到内心的平静。我们把生活排得满满当当，以为这样就能避免虚度。我们把目标定得越来越高，以为这样就能证明价值。可越是用力，越觉疲惫；越是追赶，越感迷茫。因为方向错了，速度就成了负担。维摩诘对罗睺罗的纠正，正是在提醒我们警惕这种修行功利主义。出家的意义，不在于脱下俗衣，而在于放下贪嗔痴念佛的意义；不在于念完多少遍，而在于是否唤醒了觉知冥想的标志；不在于做了多久，而在于是否学会了关照而不评判。如果你为了获得认可而修行，那你修的其实是虚荣；如果你为了逃避现实而静坐，那你做的只是另一种逃避；如果你为了显示与众不同而持戒，那你守的只是傲慢。真正的修持是沉默的，是朴素的，是不求回报的。它不喧哗，不表演，不邀功，它只是日复一日地回到呼吸，回到脚步，回到眼前的工作，回到身边的人。它在细微处见真章，在平淡中显深度。当你不再把修行当作通往某个神圣终点的路径，而是当作活在每一个瞬间的方式，你就已经走在最正确的道路上。罗睺罗的惭愧不是失败，而是觉醒的开始。承认自己还在计较，本身就是突破；接纳自己的局限，反而是成长。维摩诘从不否定别人的努力，他只是轻轻拨正了视线，让他看到解脱不在遥远的灵山，而在低头吃饭的刹那；不在神秘的仪式里，而在诚实面对自己的勇气中。维摩诘的修行方式还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，那就是他从不把自己捆绑在固定的讲经场合里。经中记载，他入诸酒肆，能立其志入诸隐舍，嗜欲之过入诸学堂，又开同盟。他出入声色场所，不是为了沉溺享乐，而是为了随缘度化那些沉迷其中的人。他走进赌场，并不是为了赌博，而是为了在那些陷入贪欲的灵魂面前种下一颗觉醒的种子。他来到王宫朝廷，并不是为了追逐权力，而是为了让统治者明白，真正的威仪不在于驾驭他人，而在于驾驭自己的心。他混迹于商贾之间，并不是为了囤积财富，而是要让那些终日计算盈亏的人知道，人生的账本上还有一笔无法用金银衡量的账。有人会问，一个修行人怎么能出入这些地方？那不是沾染不清净吗？正因为你有这个疑问，才说明你仍然在用二元对立的眼光看待世界。维摩诘之所以敢于走进这些地方，是因为他深知一切法皆是佛法。在通达者的眼中，没有哪一个地方是清净的，哪一个地方是污秽的。你带着清净心走进去，污秽处也能开出莲华；你带着执着心走进寺院，清净处也能生出烦恼。他之所以能入诸酒肆，能立其志，是因为他能在灯红酒绿中不失本心；他之所以能入诸隐舍，嗜欲之过，是因为他能在情欲炽盛处照见无常与苦。他不是在环境之外寻找清净，而是在环境之中保持如如不动。这便是大乘菩萨道的精髓所在。不舍众生，不住涅槃。菩萨之所以为菩萨，正因为他愿意走进最污浊的地方，去陪伴那些最绝望的人。佛陀在经中曾赞叹维摩诘的方便智慧，说他欲度人，故以善方便居毗耶离。他使用一切善巧方便来度化众生，无论是国王大臣还是平民百姓，他都能找到适合对方根基的方式去引导。正如经中所言，入长者种，正长者义，能使乐法入居士种正居士义，能除其贪。对不同的身份、不同根器的人，他用不同的方法来教化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你可能会想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有维摩诘那样的修为和定力，
走进这些场所，恐怕只会被同化，不能去度化别人，这个顾虑是对的。维摩诘的视线并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像他那样去出入声色场所，而是让我们明白一个更根本的道理：修行不是在特定的时空里完成的仪式，而是贯穿于生命每一个角落的绝招。你可能做不到走进酒肆去度人，但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岗位上，在你的社交圈子里，用你的方式去发光。一个小善意，一句温暖的话，一次耐心的倾听，都是度化的方便。佛法的方便从来不拘一格，它可以在菜市场里，也可以在写字楼中，可以在深夜的便利店门口，也可以在清晨的公园长椅上。佛法若在世间求解脱，就不必向外，持求外力只是渡河的舟筏，终究要自己踏上彼岸。维摩诘经之所以被历代在家修行人奉为归纳，正因为不悬空谈里不制造门槛，他把高高在上的觉悟拉回了一日三餐、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之中。真正的修行不是把自己从生活中摘出来，而是让生活成为照见自己的镜子。你穿华服美饰，不为炫耀富贵，只为庄严相好，让人见而生敬。闻法种因你进食饮水，不为满足口腹，而以禅悦为味，滋养色身，以载道。你涉足娱乐场所，不为沉溺声色，而是借彼处因缘度化迷途之人。酒肆茶楼皆是讲堂，歌舞管弦尽是梵音。你接触外道教法，不急于批判排斥，而是以正信包容意见，以智慧择取真经。你研读世间学问，不沉迷浮名虚利，而是以佛法为眼，照破知识的局限。你在朝堂为官，或在市井执掌权柄，不以威严压人，而以悲智护生，重罪轻判，轻罪免罚，给犯错者留一条回转的路。你身处名利场，不避嫌疑，不争对错，只在关键处点拨迷津，让迷者自省，让罪者自拔。你若能做到这些，便是把红尘踏成了莲池。维摩诘经中佛陀说：心静则佛土静，这句话是整部经的灵魂，也是你在世间修行的总纲领。它不是一句心灵鸡汤，而是一条可以通过实践去验证的真理。当你面对同样的处境，却不再生起烦恼，你的世界就已经不同了。环境没有变，变的是你的心，而心变了，整个世界的颜色也就变了。维摩诘教我们的不是如何改变环境，而是如何转化。心境环境永远有它的残缺，人心却可以有它的圆满。当你不再把世界看作需要征服的对手，而是看作可以共舞的伴侣，所有的冲突都会化作修行的道石。你不必等条件完美才肯安心，不必等万事俱备才敢上路。就在今天，就在此刻，在买菜付账的缝隙里，在孩子哭闹的瞬间里，在项目汇报的压力下，在人际摩擦的委屈中，提起一念绝招，不评判情绪，不跟随惯性，只是看着它升起，看着它停留，看着它消散。你会发现，原来烦恼不是敌人，而是叩门的使者。它提醒你，心还有挂碍，还有未解的结，还有需要温柔以待的自己。当你不再抗拒痛苦，痛苦便失去了伤害你的力量。当你不再追逐快乐，快乐便无需依赖外物。这就是不二法门，是维摩诘经中最核心的教义。生死与涅槃本是一体两面，轮回与解脱原是同一条河。所谓不二，就是超越一切二元对立，善与恶，是与非，得与失，垢与净，看到它们本质上的空性。你不需要跳出现实去找净土，你只需要在现实里洗净眼睛。心净则所见之境自然清净。你不是在逃离世界，你是在重新认识世界。你不是在放弃责任，你是在履行更深的责任。家庭是你的道场，职场是你的禅堂，街道是你的经卷，呼吸是你的咒语。当你学会在动荡中安住，在喧嚣中沉默，在索取中记，在控制中放手，
你便走进了维摩诘为你留下的那道门。这道门不锁任何人，只等你愿意推开生活，从来不承诺一帆风顺。你会遇到不公的指责，会经历信任的破裂，会承受付出的落空，会面对选择的艰难。但这些都不是修行的障碍，而是修行的材料。维摩诘从不教导我们如何避开风暴，而是教我们如何成为风中的帆，不硬抗，不躲闪，顺势而为，调整角度。他知道阻力最大的地方正是力量积蓄之处，摩擦最多的环节正是智慧生成的土壤。有一个发生在维摩诘身上的故事，非常耐人寻味。有一次，大迦叶尊者去贫民窟乞食。大迦叶是佛陀弟子中的苦行第一，他总喜欢向最穷的人家乞食，认为这样可以给穷人积福的机会。维摩诘知道后对他说：贤者有大哀，舍大幸，从贫起当之，以等法师普施于所行。意思是，你虽然怀着慈悲心去贫民窟乞食，但你在心里已经有了贫富的分别。真正的布施应该是平等的，不分贫富贵贱，一视同仁。不是说你向穷人乞食不对，而是你的心中还存着我在修慈悲的念头。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一道微细的执着。大迦叶被这句话点醒了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修行中还有一重最深的执念，没有放下对修行本身的执念。我们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们总觉得做善事就要有个做善事的样子，修行就要有个修行的标准。可真正的善行是连我在行善的念头都放下，才是纯粹的慈悲。真正的修行是连我在修行的意识都融化，才是彻底的觉醒。把每一次挫折看作打磨心性的砂纸，把每一次误解视为照见自我的窗口，把每一次孤独当作与深处自己对话的机会，你就不再害怕失去，因为你知道，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离开。真正属于你的是你面对变化时的从容，是你遭遇打击时的韧性，是你看透本质后的平和。这种平和不是麻木，不是妥协，而是一种深刻的确认，确认自己值得被爱，不是因为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存在本身。确认世界虽有裂痕，但光总能照进来。确认修行不在远方，就在你按下暂停键的那个瞬间，在你深呼吸的那一次停顿，在你愿意原谅自己的那一刻。维摩诘经的最高智慧莫过于不二法门的提出，经中用了整整1品来探讨这个主题。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居士之间有过一段极为著名的对话。文殊菩萨问维摩诘，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维摩诘默然无言，这一默胜过千言万语。文殊菩萨感叹道：善哉善哉，乃至无有文字，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。这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场景。31位菩萨先后发言，各自阐述了对不二的理解。有人认为善与不善不二，有人认为生死与涅槃不二，有人认为垢与净不二。文殊最后的总结是：一切法无言无说，无事无实，离诸问答才是入不二法门。然而当他反问维摩诘时，维摩诘却沉默了。这一默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答案，而是因为他知道，不二一旦落入语言，就已经成了二。你说了不二，就已经有了不二与二的分别。真正的不二是连不二这个概念也要放下。这就像一个手指指着月亮，你顺着手指看到了月亮，可如果你把手指当作月亮本身，你就永远看不到真正的月亮。这个场景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：智慧不可被语言所拒。你可以读尽千经万论，但如果这些经论只停留在你的脑子里，而没有进入你的血液里，那它们就只是知识，而不是智慧。维摩诘的沉默是对一切概念化修行的彻底超越。它不是在教我们不要说话，而是在教我们不要被语言所捆绑。该说话的时候
他比谁都说得精彩；该沉默的时候，他比谁都沉得彻底。关键在于，他既不执着于说，也不执着于不说，这就是不二的精神。在一切对立之中保持自由，把这个道理落实到你的生活中。你以为乐观和悲观是对立的，但真正的智慧是既不盲目乐观，也不绝望悲观，而是如实关照。你以为成功和失败是对立的，但真正的解脱是不被成败所困，做好该做的事，结果随缘。你以为爱和恨是对立的，但真正的慈悲是超越了爱与恨的分别，看到每一个人内心的苦与挣扎。当你不再用黑白二分的方式看待世界，你的心就会变得无限开阔。原来你以为不可调和的对立，其实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得与失，荣与辱，聚与散，来与去，它们从来不是对立的，而是互为条件，互相成就的。读这部经典，不是为了背诵词句，而是为了在合上书卷后，依然能带着那份清醒走进厨房，走进办公室，走进孩子的房间。它比抽象的理论更贴近体温，比枯燥的教条更懂得人情。它告诉你，成佛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，而是每一步脚印里的觉察。它教你在争吵后深呼吸，在失败后不自我攻击，在成功时不膨胀，在低谷时不坠落。他把最深的哲理缝进了最细的日常。记住这两句话，当作你行走世间的灯盏。一句是心静则佛土静，另一句是烦恼即菩提。前者让你明白外在的圆满源于内心的澄明，后者让你懂得眼前的困顿正是觉醒的入口。不必急于求成，不必苛求完美，慢慢来，稳稳走。在每一次选择面前，多问自己一句，这是出于贪嗔还是出于慈悲？在每一次疲惫之时，少抱怨一句，多关照一下呼吸的节奏。日子还长，路在脚下，风起时听，风雨落时观雨。人聚时惜缘，人散时随缘。当你不再把生活当成需要解决的问题，而是当成一场可以经历的修行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你一直在路上，从未离开过道场。窗外的树叶在飘零，街角的咖啡冒着热气，手机的提示音偶尔响起，孩子的笑声穿过走廊。这一切看似寻常，却都是生命最真实的呈现。你不需要成为谁，也不需要去哪里，你只需要完整地待在这里，带着你的困惑，带着你的渴望，带着你的脆弱与坚强，带着你对美好的相信和对痛苦的接纳。维摩诘没有留下复杂的仪轨，也没有设立严苛的戒律，他只留下一个示范：如何在充满杂音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安静，如何在肩负重担的日子里不失轻盈的步伐，如何在看清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热爱。这并非易事，却也并非遥不可及。它就在你放下手机抬头的那一秒，在你深吸一口气放松肩颈的那一刻，在你决定好好吃一顿饭的认真里，在你愿意倾听而非反驳的耐心间。修行不是脱离人间，而是更深地进入人间；不是消灭欲望，而是看清欲望的来源；不是拒绝情感，而是让情感流过而不滞留。当你学会在日常中练习觉知，在关系中练习慈悲，在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里练习专注，在独处的每一刻里练习安宁，你便会发现，解脱从来不是未来的奖赏，而是现在的礼物。它藏在每一次不反应的停顿里，藏在每一次不评判的观察里，藏在每一次不控制的允许里。维摩诘坐在皮舍离城的屋里，病榻旁只有一张空床，可他拥有的是整个宇宙的辽阔，因为他知道，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外界有多少空间，而在于内心能否装下万物，而不被万物所困。他之所以能够虽处居家不着三界，是因为他已经看穿了万物的虚幻本质，不再被任何一个角落所局限。他不需要离开家去寻找寺院，
因为他的家就是寺院。他不需要剃度来证明出家，因为他已经出离了心的一切。挂碍他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佛法，开示他的一生就是最动人的菩萨行。愿你也能在自己的屋檐下筑起一座无形的寺院，愿你在柴米油盐中尝到禅意，在人情冷暖中照见慈悲，在岁月流转中守住清明，不追风不逐浪，只是静静地站着，看着云卷云舒，听着潮涨潮落。当你终于明白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，你便不再需要寻找出口，因为你已经在了里面，而你所在的地方正是净土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来收束全文，它不是经文里的话，却浓缩了维摩诘一生示现的精髓髓。不需要等到明天才觉醒，不需要换一个地方才安心。这一刻，此处此地，你面对的一切，明亮或灰暗，喧闹或寂静，顺遂或坎坷，就是你最好的道场。打开心门，你便走进了毗舍离城那间1丈见方的小屋，空荡荡的房间里，只有一张床榻和一盏不会熄灭的灯，那盏灯是你。